咱们在玩 CK3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 NPC 在生前拥有附身特质。按照文本描述，这不就夺舍吗？但奇怪的是，他们正常死亡后就会提示癫痫而去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我是百味远晴。一般来说，古希人但凡涉及到疾病，基本绕不开的就是古希腊的医学观点。就像日语单词卡在，即便日人发展了汉方医学，但对于感冒也要追溯到咱们这的医学祖先《内经》，其中五邪中的分邪。皇帝问老头，你说分邪伤人，怎么咋有那么多种类型啊？寒热往来，内热内冷，痛风中风，怎么那么多种病啊？你给我讲讲。那岐伯就说，风呐，喜欢游走窜动，变幻莫测，然后用我们现代人都能看懂的朴素话去解释。这些呢，日人也会学习，加以发展自己的医学体系。那同样的，西人在探索所谓的附身这个病的时候，也要参照希腊人的观点。我们想象一下，假如你的家人或者同桌突然出现了这样，以及这个，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我操，这个人口出邪物，出之后又马上变得跟正常人似的，这肯定是被啥玩意附身了呀！这就是古希腊当时的恶灵附身论。当然也有咱们在第9期所说的跟月亮有关认为患者是把月神给惹到了算是一种神罚呀。不过涉及脑子的病，希腊人对于是福还是祸还是有矛盾的。由于希腊人发现，哎呀，这不我们伟人凯撒嘛，怎么也变成这个批样了呀？于是乎，在古希医里面，这种被附身之人可能意味着天才之人，这也是为什么游戏特质里面还给附身加了一个加10%生活经验的 buff。当然，我们在附身特质代码里的备注就可以看到 epilepsy， 所谓的附身，实际上按照现代理解就是癫痫，其中可分先天版和后天版。虽然癫痫目前有多种学说解释，甚至在分类学上的角度都是显得那么丧心病狂，但是最基础的学说，相信在高中生物学上随便瞟一眼的狗都能听懂。也就神经突触分布的伽马受体，在如抗伽马受体抗体或先天伽马受体分布过少的因素的作用下，继而相关地质进入伽马受体时，产生离子通道开放，超极化的受体数量减少，导致抑制性突触的传递作用降低，从而神经元异常放电，或者伽马受体的数量是正常的，但是你天赋异禀，相比别人的脑子就是会比别人更能放电，最后那你可不就莫名其妙的抽搐，整得跟个鬼上身似的，非常简单，是吧？在临床上也基本比较令人深刻的就是这种大发作的病人。口吐白沫哗哗的流有时发作时间太长了，或者是看着就很瘆人他们的家人就会把他们给送过来接着就是新病人，你们两个去看看。哎，你搞耳鼻喉的过来干啥呀？这是我偷的。我操，你真缺德呀，还偷人家东西！你别逼逼，上一次我也眼睁睁看到你偷你家主人的笔了。那没办法呀，主人老是 PUA 我，你偷这玩意干啥呀？而且比较帅哦，等会儿我就把它取了。现在咋办？安定？安定吧，一会儿直接塞到神内去。值得一提的是，游戏中所谓附身的英文 possessed 这个词，我们不难联想到4-6级单词 possess， 意味着控制、拥有。咱们医学中癫痫发作的用的词为 seizure， 也有夺取、控制的意思。所以对于西人来说，癫痫跟附身发作关联起来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而对于咱们来说，我们这的古人说话字短而意为深，就像以前语文课本所学的那样，江不止江，还有长江；河不止河，还有黄河。那我们癫痫里面的癫，就像茴香豆里面茴的4种写法一样，可分4个癫。这个癫基本通这个癫，这个很好理解嘛，山的山顶嘛，也是可以指代头顶头痛。而这个癫通这个癫，可指代狂病，还可指代一种会定时发作抽搐的怪病，以及痫指的就是小孩得了这种怪病。至于癫，在中国古代基本都指的是这种会定时发作抽搐的怪病故咱们就用2字合成癫痫来指代这个病。有人可能会问，哎呀，主播，那西非信仰的伯里教的美德，这他妈是啥玩意儿为啥对于那边的黑叔叔是一种美德呢？实际上，在现今尼日利亚以及尼日尔地区主要分布的豪萨人，基本都会信仰泛灵论体系的伯里教。这个教通常会趋向于用驱魔、舞蹈和音乐来控制所谓的精神力量去治疗疾病，而这种所谓的附身，实则是时常癫痫的人，在这里会被称为伯里宝宝。这些可是他们搞驱魔仪式围绕着转的核心人物。所以，所谓附身在 CK3 中成为他们的美德是可以被理解的。OK， 我是百味远晴，期待与下一次见面。